如果我们意见不合，我们就变成辩论大会。幼稚园，我觉得。那你敢在节目上讲出他的名字吗？你还记得他名字吗？第一次感受到恋爱的时候是哈密瓜的味道。你国中生嘞！按订阅不用钱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枪。每个人对于爱情都有不同的幸福美好的样子。今天呢，我邀请了一个素人来上我的节目。然后今天这位素人呢，我跟他认识的缘分真的非常的特别，类似找陌生人吃饭的概念吧。为什么会诞生这一集？是因为前几天呢，我发了文问说有没有人想上我的节目，然后今天他就主动报名，所以就来看今天这位素人的胆量到底怎么样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伊登，我170、65、28岁，摩羯座，上升天蝎。他这么细，上升天蝎又摩羯座，那我跟你应该算蛮合的。我认识小郭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，你还记得那一次吧？因为我那时候是刚游泳完，然后跟朋友去吃宵夜，我跟他吃到一半，就看到一个很帅的帅哥走过来，我想说哇也太帅了吧，然后他就自己在买他的东西，因为那一天很多人，老板娘就意外把你安排到我们这桌并桌这样。对，并桌，后来发现你是企鹅，他们一开始还不知道，但我不介意啦，因为很多 YouTuber 我没有在指名道姓，就是一开始我也是一样，就会觉得大家都应该认识我，大家都应该看过我影片，但是我不 care 少看，对我 YouTube 对。大家看上我觉得很尴尬吧？就真的是路人嘛，来拍这集。然后今天呢，他就主动跟我报名，他想分享他的爱情感情，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吧。如果我们意见不合，我们就变成辩论大会。好，应该是不会，应该不会啦。以现象学应该是不会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一开始觉得恋爱感是什么时候？就可能你对于那感觉有点喜欢那种感觉，男女生都可以。从幼稚园，我觉得。你是我节目上来宾最早的一位，幼稚园太早了吧？你还有印象哎？有那个男生，我到现在都一定记得。幼稚园不是大家都会玩一些什么007啊、猜拳啊，或者是007是什么？就是可能007啊、007，装子弹啊，装子弹。那我知道。然后还有他就会说要装子弹，你要有子弹才可以射嘛，或者是要保护我，保护我。但是幼稚园男生很幼稚，我就对那个男生很有印象，因为他就007啊、007，然后就装内衣啊，装内衣，就觉得很可爱。我永远记得他讲装内衣那个话，虽然蛮幼稚的，可是我一直记得。不会啊，觉得可爱啊。现在可能都会变了，变装，那会更幼稚吗？不会，就成人的世界。真的。直到后面你有跟他联络吗？就是幼稚园就淡掉这个事情，但我只记得那个画面，我只记得那个装内衣的画面。那你敢在节目上讲出他的名字吗？你还记得他名字吗？绝对没忘记了，绝对没有。好可惜哦，可能会不小心让你重逢的感觉。那你到怎么样确认自己喜欢男生？到国一交第一任男朋友。你国一就交第一任男朋友？题外话，一开始我拍这个主题是因为他是素人嘛，我就问他说：“请问你今天压力会很大吗？可以出柜吗？”他就说可以，他做好心理准备了。我觉得一定要提一下，不然大家都觉得找你上节目好像没什么意义。但是真的，你做很多功课的。国一的时候交了第一任男朋友，怎么可能国一啊？就是可能是真的是一个摸索期，然后那时候就对性特别好奇啊，可能对男生或女生，因为我也在国小的时候想要确定我自己的性向，然后跟一个我的好女生朋友告白，但她拒绝我打枪，我心里超开心耶！我竟然没有难过的感觉，那我一定喜欢男生。你好妙！因为那时候为了故意测试自己，我就故意去告白。那时候没有这个教育，没有说同性恋是什么，就都是负面的词啊。那女生怎么样拒绝你的？我觉得我们太熟了，她就很吓到的感觉。她说什么？在我的沙拉面前吗？啊 ？Are you serious? Not what it looks like. Right in front of my salad? In front of my salad. 现在重点是拒绝你之后，你跟那女的还有在联络吗？因为总会有疙瘩吧？没有了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疙瘩，然后就变得更好了。没有，就完全断联了吗？完全断联。哦，那很正常。告白是一个杀手锏，要么就更密，要么就直接没了，很难会有再继续的。我懂，对，因为关系就变质了。有时候我就觉得关系不一定要存在，大家在社会上那种感觉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位置在，但是关系不一定要这样子啊，就自己两个彼此认定就好，不需要一定要讲到哦，一定要说我们一定要就是男朋友的，我觉得不必要，这有点太不社会价值观了，我不太喜欢。的确，因为很多关系不可能用这样子来界定，就像有些人可以跟好朋友做，有些人不行，那你要怎么定义？有电脑出来了嘛，然后我就开始会上一些成人网站，像 TT1069。你不要跟我说你第一次交男朋友之前就还没自己打过，还没自己看过。
你是先看还是先交男友再一起看？一定是先看完这些东西，然后 TT1069有交友版，然后那时候还是即时通的年代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。有，不在位置上。哦，对，非本人，对，误密，对。然后永远都是本人，而且非本人，烦死了。那时候反正就交换即时通，就那时候也不知道对方是国一吗？没有，不是，对方大学生。练屁我要报警，还是台大的。然后那时候没见过他本人嘛，那时候视讯镜头或者手机自拍都还没有现在。不要后置镜头这样子啊，是超难。反正那时候我也没见过他的照片，那时候要另外买镜头，不像笔电现在就有一个那个镜头。那天就约好一天的下午见面，在哪吗？在我家楼下。然后该不会在你家楼下大门口的楼梯间？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是一个下雨天，大暴雨。他就开车到我家楼下的停车场，还开车会直接晕船到不行。对，那时候的年纪一定会。我现在可能。然后我就跟我奶奶说，我要去找朋友。我奶奶想说下雨天，没去到位啦。国医生你要去哪里？然后我就直接冲下楼，然后到他的车上，然后就坐在车上。刚在车上嘛，第一次。在车上聊天哦，我们就坐在后座，可能就有一点靠近啊，然后有一点拥抱。我只记得那时候是他抱着我，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很小。我永远记得第一次感受到恋爱的时候是哈密瓜的味道。因为我跟他接吻的时候，他吃哈密瓜薄荷糖，他吃哈密瓜的口香糖，好前面那么早就爱吃哈密瓜。我就觉得成熟的爱情或许都是这样，可能已经做好清洁啊，怕自己有口臭啊，然后才吃这个。然后我永远记得我的初吻就是哈密瓜的口味。我们就是亲到一半的时候，你阿嬷敲门，我阿嬷就敲车，真的假的？下来就撑着雨伞，他一起跌冲下，我就吓到。那所以这一次你跟他在交流的时候呢，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对自己第一恐惧吗？还是你已经完全确认好，已经准备好，就跟今天拍摄一样？我都会先做好蛮多心理建设跟准备，才去做。那时候好像也聊了很多，因为一定也会怕说可能他是怪人，或是可能 maybe。毕竟网络交友还是要谨慎。那时候还不错，我们在一起了一段小时间，多段1个月。那后来是为什么分手？该不会他觉得你太黏？那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门号，都要用易付卡打电话给他，每次都是我打给他，然后他干嘛不能给你？主动打给我，然后他就会很消失一样，而且重点是他那边也笑到不行。什么原因分手的呢？觉得好像每次都是我在，这段感情都只有我在付出。我那时候才国一耶。对啊。然后我就要付出这么多，就是我都要打给你。有，他至少有付出一些事情啊，例如开车过去找你，就是爱情本来就是互相。对啊，互相啊，说明他住很远，你不知道啊。而且很常找他也找不到，就会觉得对爱消失，就不喜欢这种消失的感觉啊。对，主要应该是这个，所以是你主动提分手。我提的，分手马上就交第二任同学。没有，又是弟弟吗？这个第二任呢，他是一个医学院的医学生。你好会，你是有自恋癖？你说没有，就只找医学生之类的大学生。而且好像他说他那时候是准备要当实习医生，然后就几乎平日都很忙，他只有星期天有空。你要读书，然后他都会开车载我去。又是开车去高级餐厅吃饭。你到底有没有一些骑摩托车，然后你就要抱他？他说好冷的那种恋爱情节。有，后面都是我。国中给我吃高级料理，而且医学生有这么有钱，因为家里有钱，然后让他有能力去读医生这样子。而且他每次都会说，他1到6都吃卤肉饭，然后就为了星期天要带我去吃好。所以是他带你去吃什么？像101景观餐厅。你国中生哎？对啊，我过不去哎。你知道我国中还怎样吗？我爸说考试考得不错，我刚才考上好了高中，我带你去吃牛排，200块。我那时候也会觉得很开心啊，但我就刚好遇到他，然后他就带我去吃这些，但我觉得我有点太早遇到这些东西。你的价值观有点歪了。我觉得我那时候有真的被这2任影响到，就是觉得深深的另外一半可能就一定要开车啊，然后可能就是交往一定要花很多钱啊，被宠坏了。可是我那时候也会觉得我没办法给予他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给他你的全部啊，你的世界就是他的宇宙嘞。
的宇宙就会这边帮我补充一下，烦死，继续。跟第二任医学在一起多久了？也是3个月就不到了，然后也是我提的，又是你提的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给予他什么东西啊，他自己觉得没差就好了，不是吗？但那时候可能就自己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已经国3了吗？国1啊，还在国1，国1升国2，我常常会自己会觉得好像不平衡。你就是那种贫民窟的小孩，然后遇上王子这样子，大妹不行，对，这样子好像会很亏欠他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好了，那就赶快提分手。他也是哭很久，而且他走出情伤走很久。你是渣男，我觉得你是渣男嘞，你好渣哦！我没有劈腿或干嘛，没办法给予他什么东西，就是你自己觉得，他没有觉得。渣男不是要贬低你，我觉得渣男不是一个很坏的词。每个人在这一生中一定都当过渣男，只是你自己不认为而已。有可能。冠冕堂皇说我不渣，我只是觉得我让他们觉得不对等，可是那是你自己觉得啊，这是我自己觉得的。对啊，他们自己找你的啊，他们自己答应，他们自己愿意做的啊。好像是，但我觉得我心里可能没好，我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的。难不成你家里很有钱，就不能找一个很穷的吗？他也觉得，我觉得你太有钱了，我觉得我不对等，那我们不该在一起。你是本人，你会开心吗？你对他做了一切，而且那些钱对你来说又没什么。如果你很有钱的话，你有 care 这些吗？他一直跟我情绪勒索，他说他1到6都吃卤肉饭，然后就为了星期天要带我去吃好料，我会觉得我没有要这些，是他自己。好了，那就 OK， 而不是说你觉得不对的。情绪勒索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很恶性的有毒关系，就不要再继续。不管你有再好再多不想接受情绪勒索，那你就不要啊，没错，这样就可以。以上聊了那么多伊登的故事，然后大家对他的恋爱价值观有什么样的兴趣跟好奇吗？可以在底下讨论。然后这边左上角有他的 IG 可以追踪。谢谢伊登分享他的恋爱价值观以及他的出柜过程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用酒刚刚那一段好像就已经蛮够了结尾了。